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那今天的影片，我想和大家来聊两则最近发生在新加坡，引起新加坡社会高度关注与热议的两个案件。一个是引诱未成年发生性关系，另外一个是性侵强奸啊。那这两个案件呢，分别是由一个中共国人和一个俄罗斯人制造的啊。那这个中共国人呢，是来自于中国上海，他在新加坡呢是新加坡新传媒的前艺人，名叫方威杰，他是引诱了一个15岁的少女多次发生性关系，而且粗暴的掠夺了她的第一次啊，发生了9次之多的性关系啊，而且最后呢是导致了少女染病啊，就是她这9次的性关系呢都是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的啊，那直到她的父母发现她染病之后，才恍然大悟她和这个方威杰之间的关系啊，于是乎就对方威杰提告，把他告上法庭。那法院经过一个漫长的审理之后呢，是把他判了40个月的监禁啊。那当时呢，他这个判决出来之后呢，是引发了许多新加坡人的不满，大家会很好奇说，为什么说只是判了40个月的监禁，而没有鞭刑啊？那我们都知道，新加坡对很多的强奸案和性侵案是有鞭刑的啊。那这一次呢，方威杰并没有获得鞭刑，那所以说呢，是引起了许多新加坡人的质疑啊。那至于他这个判决的结果和为什么没有鞭刑呢，我在后面和大家讨论啊。那下面我们来说另外一名犯罪者，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一名网红，名叫莱夫潘菲拉夫啊。他呢在新加坡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也是一名网红，他也获得了新加坡的 PR 啊。他是涉嫌把他一个朋友骗到他家里去啊，然后就是以讨论剧本的名义，然后就把这一名女士给强奸了啊。强奸之后呢，然后这名女士就对他提告了。提告之后呢，法院判决的结果是判决了他监禁11年6个月，然后再打鞭12下啊。那因为他这两个案件都涉嫌性侵这一方面的啊，而且他的判决结果都是差不多时间出来的，那所以说很多人就更加的好奇说啊，为什么他这个俄罗斯的网红啊，他判了11年6个月，而且是打鞭12下，而这个新传媒的前艺人方威杰他涉嫌就是和一个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而且发生了9次之多还导致他生病了啊。那为什么他就没有打鞭啊？然后就有很多人在讨论，就觉得对方威杰的判决呢不是很公平，就觉得判得太轻了啊。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下方威杰的他这个案件啊。那方威杰呢，他只是判了40个月的监禁而已。那我有看很多新加坡的律师和其他的正规的媒体的分析呢，是这样解释的，说他没有被判鞭刑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年纪啊，还有就是他这个15岁的少女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去给他发生性关系的，其实他就是一个诱骗这个15岁的少女去发生性关系他这个案件当中呢是不存在强奸或者是强制性侵他是没有违背15岁少女的意愿的，他是通过各种下三滥的手法去诱骗人家，让这个就是情窦初开的还不懂人性险恶的15岁少女误以为方威杰是在和他谈恋爱我们都知道15岁是一个花样的年华，情窦初开的时候他可能会对一些比他年纪大很多、比较成熟的、具有男性魅力的男性产生浓厚的兴趣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情场老手方威杰这样的人就是故意的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去诱骗、去制造一种假象，让这个少女觉得我好爱你我是在追求你，
就误以为的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初恋啊，然后就心甘情愿的奉上了自己的第一次，而且和他发生了多次的性关系啊，大概的事情是这样的啊。那昨天呢，我又看到这个受害者的母亲也出来接受了采访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受害者母亲的她这一方面的一个讲述。愿意跑2条街去买一杯 bubble tea 给他，上完 CCA， 他方慧杰会去接他，他会陪他走路回家，可能走路需要1个半小时、2个小时。这对我女儿来说是一种初恋，这种 crush。我女儿每次跟他出去都是戴口罩、墨镜，他让我女儿有一种虚荣感，让我女儿觉得她自己也是明星，好像有狗仔队会拍她这样。他每个月要去吃饭。比如说去food court 吃饭，那些人都认识他的。哇，你是方伟杰，免单，这个事不用给钱。哇，我的女儿会觉得哇，因为他是明星，他出去吃饭都不用给钱的。他穿的衣服都是粉丝送的，他说，他还送给我女儿，还送给我老公他的 T 恤。以上就是15岁的受害者母亲的采访的片段。她这个采访的片段其实是非常长的啊。她讲述的是，其实她和她的女儿是在同一个活动上认识方威杰的，而且是她自己先加了方威杰的微信和联系方式的啊。后来呢，方威杰通过女孩的父母，然后认识了这个15岁的少女啊，然后就频繁的去接触她，向她示好。然后呢，受害者还把方威杰叫做方老师啊，他对他是非常的敬仰、非常的崇拜的嘛。那都知道他是有一个明星的光环在那边嘛。然后呢，他就利用各种各样有心机的情场脑手的方式，譬如说受害者的母亲有聊到的，他会去帮这个女孩买泡泡茶呀，或者是等她下课之后牵着她的手，大家一起散步走路回家，走路1-2个小时啊，甚至还在她的身上纹了女孩的唇印啊。他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撩妹的，就是下三滥的手法去哄骗这个未经世事、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15岁的少女啊，就是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引诱她跟她发生性关系啊。那事实就是呢，非常的不幸啊，那这个15岁的少女呢，也没有扛得住这样的诱惑。那我相信是没有任何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可以抗拒这样的攻势和诱惑的啊。那事发之后呢，女孩的父母是非常的愤怒的，因为他们把方威杰当作自己的朋友一样去看待，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他的母亲也是非常的愧疚啊。还有其次就是呢，当这个父母要准备去提告方威杰的时候呢，方威杰还非常无耻的去操控这个受害者，去让他对他的父母哭闹，说叫他不要提告方威杰，说他们是真正的相爱，就是诸如此类的啊。然后直到最近，这个受害者才真正的发现，方威杰从头到尾都是在诱骗他，在诱导他，然后就是一个有心机的、有计划的，利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法，想和她发生性关系而已啊，是对这个女孩造成了非常大的身体伤害和心理伤害。那我相信她这个事件的阴影和心理伤害是会伴随着受害者一生的啊。那这就是大概的事件的一个经过啊。那对比这个俄罗斯的网红呢，他是确定的是强奸啊，强奸和这个引诱未成年发生性关系，他这2个案件的性质是有很大的区别。那只能说这个方威杰是更加的老手，更加的有经验啊，他是各种的手段去引诱这个未成年的女孩啊。而这个俄罗斯的网红呢，是非常的简单粗暴，他就是霸王硬上弓啊，就非常符合这个俄罗斯人的民族特征吧，然后就是很粗暴嘛，很直接嘛啊。那这2个案件呢，是再一次的把中共国人和他的俄爹啊，就是俄罗斯人都推上了